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健康科普访谈，我是主持人段燕。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器官呀，它特别的低调，它不像心脏那样时刻提醒我们它的存在，也不像肠胃那样偶尔会用不适刷存在感，但它的作用却是重中之重，堪称身体里的全能幕后工程，它就是胰腺。可能很多朋友对胰腺不太熟悉，咱们先简单的说说它的两大核心作用。一方面，它能分泌消化酶，帮我们分解吃下去的油腻高蛋白食物，是消化环节里的关键帮手。另一方面，它分泌的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直接掌控着血糖的升降，是血糖的总调度师，关系着我们的代谢健康。可偏偏这个低调的功臣，一旦出问题就格外的凶险。胰腺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觉察到它时，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不仅治疗难度大，还会给身体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了解胰腺，守护胰腺健康，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关键、太有必要了。为了帮大家把胰腺健康的相关知识讲透、讲明白，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权威专家，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的张威医生。张医生深耕肝胆胰腺疾病领域多年，对于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上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帮无数患者解决了难题。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和张医生展开深入的对话，把大家关心的胰腺健康问题一一说清。欢迎张医生，张医生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正如主持人所说，胰腺的健康确实是中老年健康管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但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很多朋友直到出现严重问题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今天我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胰腺的工作原理、常见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科学的养护讲清楚，希望能在这里帮大家建立起主动保护胰腺的意识。张医生，非常感谢您的到来。我们知道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对胰腺这个器官还是比较陌生的，想要守护好它，首先得先认识它。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从基础的认识开始，帮大家打牢基础。能不能请您先给大家讲一讲啊，胰腺具体长在我们身体的哪个位置？还有啊，它在咱们身体里到底承担着哪些关键的工作？为什么说它是不可或缺的呢？麻烦您用咱们观众朋友能听得懂的话给大家解释解释。我们可以把胰腺想象成藏在身体深处的一个高级化工厂。它的位置比较深，在上腹部。具体来说呢，是横躺在胃的后面，后边紧贴着脊柱形状呢像一个细长的鱼，分为头、体、尾三个部分。这个工厂虽然不大但它的功能非常强大，主要呢分为两大部门，并且各司其职。第一个部门我们管它叫消化大师，这个部门占据了工厂大部分的厂房。当我们吃完饭，尤其是吃了比较油腻的饭菜后，它就开始工作了。它会产生一种叫做胰液的消化液，通过一条细管子排到小肠里边。胰液里边含有多种强大的消化酶，专门负责把我们吃进去的脂肪、蛋白质还有淀粉这些大块头的营养物质切割成非常细小的分子，这样我们的肠道才能吸收。可以说没有胰腺的这份工作，我们吃再好的东西，营养也很难被身体所利用。第二个部门我们管它叫做血糖调控室在这个工厂里还散布着很多像小岛一样的细胞团，叫做胰岛。
这些小岛虽然只占整个工厂面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主要生产2种激素，一种是胰岛素，它的作用是降低血糖；另一种是胰高血糖素，它的作用是升高血糖。这一升一降就像汽车的油门和刹车一样，精细地调节着我们血液中糖分的密度。这样呢，让它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我们平常所说的糖尿病问题的根源往往就出在这个调控师的身上。您用这个消化大师和血糖调控师这2个比喻一下子就让我们明白了胰腺的2大核心功能。一个呢是负责把食物变成营养，另一个呢是负责稳定血糖。这么重要的器官，我们当然希望它一直健康，但我们也常听到一种说法，说胰腺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这个沉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胰腺出了问题，早期我们自己很难感觉到，甚至连一些常规检查也不容易发现呢？是的，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这也是胰腺疾病最让人担忧的地方它的沉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我把它比喻成为深藏的隐患，顽强的替补和伪装的高手。第一是深藏的隐患因为它位置太为隐蔽，胰腺呢藏在胃的后面，紧贴脊柱就像躲在舞台幕布后边的一个关键角色。这个位置导致2个问题，就是第一，我们用手按压腹部的时候根本是摸不到它的。第二，就是我们常规的腹部 B 超检查，超声波容易被前方的胃和肠道气体所干扰，就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东西，早期的小病变很可能看不清楚。第二是顽强的替补，代偿能力超强胰腺是一个有奉献精神的器官，功能储备非常强大，即使一部分细胞受损，剩下的健康细胞也会拼命的加班工作，维持基本的消化和血糖稳定就像一支队伍里边有人病倒了，那其他人呢会主动扛起任务。短期内表面一切运行是正常的，但这种代偿的背后往往是超负荷运转等出现明显症状时，问题往往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了。第三就是伪装的高手胰腺早期症状太普通，胰腺早期不适的信号非常容易被误解，比如说上腹部隐隐的胀痛，食欲的下降，轻微的乏力，这些症状和慢性胃炎、消化不良几乎一模一样。那很多人，甚至包括我们部分医生，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胃部不适，胃的不好，从而错过对胰腺针对性的检查。那直到病变进展到压迫胆管引起黄疸，或者侵犯神经引起剧烈的腰背部的疼痛，或者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功能，出现脂肪泻，出现了消瘦，这样的症状才变得典型起来。但这个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了。总体来说，胰腺的沉默呢，不是没有信号，而是信号太过于普通，位置太深，代偿又太强，需要我们更加细心和主动的去关注它。我明白了，您的分析非常的透彻。简单的说呢，就是因为它的位置深，代偿强，早期症状呢又太像普通的胃病，所以我们自己和常规的检查呢都容易看走眼。这就有点像火警的初期，只有一点烟雾，我们以为是厨房的油烟，等看到明火的时候呢，可能就晚了